嗯，海童觉得太受打击了。想当年他还是高中生的时候，拼命的学习才考上好大学。战印兄弟几个却是轻轻松松就上了好大学，人家还曾经跳过几级呢。大嫂，你不要一副被打击到怀疑人生的样子，最受打击的人是我才对。海童一想，也对，老九才最可怜。他笑道：老九，你也不要灰心，相信你也能考上好大学的，加油！我一定要考上我哥他们上过的大学，考不上我复读呗。他本想说考不上就赏自己2耳光的，想想觉得自抽嘴巴的事情还是少做点，就改了口。战印扭头看了弟弟一眼，又专制地开着车。你要是考不上，别说是我的弟弟。战印啊，你也别给老九太大压力，这小子喜欢玩游戏，没有一点紧张感，不给他一点压力都不行。战燕，当谁都像大哥你那般自律，自律到要不是奶奶操心，他这辈子可能都不会有大嫂可以叫喊。战印冷哼一声，战燕就不敢再说话。战印的手机收到了新的信息，他略减速查看了信息。哎，是梁姨发来的。哎，梁姨说道：大少爷，商太太带着商小姐过来了，你送大少奶奶回来时别上楼。战印看完了梁姨发来的信息后就删除了。哇，商小飞母女俩动作还真快，这么快就找上门了。他继续若无其事地开着车。片刻后，他给苏南发信息，一会儿隔10分钟就给我打一次电话。苏南收到这条信息呢，先是不解，略一思考就明白了。那一行人下了高速后，战一晨停车对战印夫妻俩说道：大哥大嫂，我们就不跟着过去了。一晨，谢谢你们。海童感激地道谢。战一晨笑了笑说道：大嫂，都是一家人，不用那样客气，以后有需要用到我们兄弟几个的尽管开口。海童特别喜欢这样的家庭，这样的家风，兄弟叔侄感情都很好，不管是谁遇到了困难，只要开口，兄弟们齐齐上。老太太当初也说过，不是好男人都不会介绍给他的。老太太下车跟老九换了位置，老九不情不愿地上了二哥的车，他也很想跟着奶奶住进大哥的小家里去。有大嫂罩着的日子肯定很幸福的。大哥什么时候才会把大嫂带回老宅，公开身份？他很想过上有大嫂罩着，天塌下来都有大嫂撑着的日子呀。彤彤，你昨晚没有睡好，要不先回家休息休息。老太太心疼地看着海童眼底的黑眼圈，你姐和洋洋也是需要休息的呀，又有阿良在那边照顾，你不用太担心。战印收到了梁姨发来的情报。老太太也收到了。商太太跟老太太还很熟悉。当年啊，就老太太想把商太太从商氏集团撬过来的，后来知道商太太与商家的接班人成了恋人，老太太还扼腕良久，说下手太迟了。虽然未能把商太太撬过来成为战氏集团的精英，不妨碍老太太欣赏商太太呀。现在商太太去了光明小区，老太太就不能去了，免得被商太太识破身份。都是战印这个臭小子害的，害得一大家子都要陪着他演戏。老太太否认自己乐在其中啊。海童一夜未眠，早上是喝了一杯咖啡，现在都犯困了。他就说道：我打电话问问我姐洋洋怎么样了呀。这一打电话就知道商小飞母女俩携着礼物登门看望洋洋，主要的目的海童心里清楚。姐，就商太太有说什么吗？这件事海童还没有和姐姐说。没有说什么，就是心疼洋洋受罪了，小飞足足骂了任家人半个小时。那妹妹的朋友，妹妹的婆家人都比她的丈夫及婆家人给力，那这让海玲越发的悲凉。她呢，当初有多眼瞎啊，才会嫁给周红林这个人渣。就周红林这样的爸爸，还好意思和她争夺洋洋的抚养权？到时候离婚官司开庭时，他把洋洋被虐打的相片提供给法官，相信法官为了洋洋着想，肯定会把洋洋判给他的。商太太似乎身体不太好的样子，脸色苍白的吓人。
没待多久，商小姐就赶紧扶着她妈妈走了。海玲唯一留意到商太太的不对劲，就是商太太的脸色越来越苍白，把她吓了一大跳。商小飞也吓到，赶紧扶着她妈妈离开了。海童听了姐姐的话，沉默一下后，告诉姐姐：“姐，咱妈可能是商太太寻找了几十年的妹妹。”车后座的老太太听到海童这句话，猛烈地咳了起来。海童扭头关心地问着：“奶奶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空调风太大？”“吹着空调太干燥，容易咳。”老太太不敢说她是吓到了。战印镇定地开着车，随手关掉了空调。那知道未曾见过面的丈母娘极有可能就是商太太的妹妹。战印也被吓到，现在看奶奶也被吓到，他心里平衡了。姐，这件事我回去后再和你说。那洋洋怎么样了？醒来了一次，给他冲了奶粉，喝了一半，我抱着他又睡了。没有再发烧吧？现在没有。海童放下心来。彤彤，你昨晚也被折腾的一夜没睡，洋洋现在没什么事儿，你也回去补补眠。海玲心疼儿子，也心疼妹妹，她自己撑了一个晚上，头都痛了呀。有什么事叫梁姨帮忙，我傍晚再过去。母亲是不是商太太的妹妹？姐妹俩没有着急的去印证，主导权在商太太手里。放下心来的海童还没有回到明苑花园就睡着了。回到明苑花园后，战印停好车，老太太轻声说道：“你抱海童上楼，我出去溜达溜达。”让孙子和海童能独处。战印没有说话，抱着睡着的海童下车。奶奶是个待不住的人，脚长在她身上，她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阿印呐，你抓紧时间哈。老太太意有所指地提醒了孙子一句，战印就绷着脸，依旧不说话，抱着海童进去。老太太等他进去后，就嘀咕着：“我看你怎么收场。”哈哈，战印，你也有骑虎难下的一天，叫你装嘞，亲奶奶。战印抱着海童回了他们的小家。一开门，宠物狗就冲了过来，让开吧。战印低喝一声，小东西就老老实实的趴在地上，不敢再靠近前去。他知道男主人不太喜欢他，好在吧，也不会虐待他，吃喝是不缺的。战印的手机响了，他还抱着海童，腾不出手来听电话，对方就很快就挂了电话。应该是苏南按他的吩咐，隔10分钟就给他打一次电话，让他有借口离开。不过呢，现在用不着这样做了。商太太母女俩已经离开了海玲的家。他把海童抱回他的房间，放他躺下，盖上被子后，才掏出手机打电话给苏南，低声说道：“苏南啊，不用再打了。”“不用打了呀。”“我正想着要不要就用呼死你呢。”战印的嘴角抽了抽。“吃饭了吗？要不要一起？”“不用了，你不约沈小姐吃饭。”苏南说了句：“万一约不出来，岂不是很丢脸？”我们见过面后，各自留了联系方式的，但他没有主动联系我，我也不知道他对我是什么看法。战印，我算是能理解我奶奶对我的恨铁不成钢了。苏南哑了哑，问道：“那我现在约他出来吃饭了，你看着办吧。反正呢，追妻脸皮要厚，看来你现在的脸皮很厚了。”战印摸了摸自己的脸，没量过，不知道厚度是多少。苏南呵呵的笑，海童绝对是我这辈子最佩服的女人，没有之一。滚！战印骂了他一句，就挂了电话。他就在海童的床沿坐下来，静静地看着海童的睡容，脸上的线条变得柔软。他俯下身去，在海童的脸上印下一吻，又在海童的耳边低柔地说道：“海童，我也很佩服你，轻轻松松就把我的魂勾走了一半。”他又轻轻地摸着海童的脸，眼底的柔情在无掩饰视数散发出来。不知道看了多久，他才离开海童的房间。海童睡到了傍晚才醒来，也是被饿醒的。睁开眼看到熟悉的环境，就知道他在车上睡着，被战印抱回来的。战印呢？房门忽地被推开。战印系着一条碎花围裙走进来，看样子
他刚在厨房里忙活。醒了，他走过来，语调温沉，看他的眼神还是那种能勾他心魂的。过去他怎么会觉得他的眼神过于凌厉冰冷啊？现在几点了呀？傍晚6点。我竟然睡了那么长时间。他摸摸肚子，怪不得我会觉得肚子饿。战印递给他梳子，让他梳理一下头发，嘴上说道：“你中午没有吃，不饿才怪呢。”他睡得沉，他就没有叫醒他吃午饭。我姐没有来电话吧？没有，不过我打电话问过梁姨了，洋洋没有在发烧，也一直在睡。海童放下心来，对于他的细心及对洋洋的重视，海童心头暖暖的，对他真的是越来越喜欢呀。哪怕是以感激为基础的，喜欢也是实实在在的。要不要洗个澡再吃饭啊？等会再洗吧，今晚我还住在我姐家里。战印不吭声，海童凑到他面前看着他，闪烁着美眸，逗着他：“怎么舍不得我啊？”战印嘴硬地道：“没有。”“哎，真的没有？”“没有。”海童站直身子，一脸遗憾的道：“我还想着你要是舍不得的话，就让梁姨留在我姐家里陪着，我回来陪你的。既然你不需要，我还是陪我姐吧。这天气是越来越冷，有了冬天的感觉，自己一个人睡总觉得不暖和。哎，他这是暗示他只要说了舍不得他，他就抱着枕头被子霸占他的床。”海童还是一脸遗憾样，伸手在战印的脸上摸了2把，再往下滑，游走在他的脖子处，最后来到他的胸膛上，又摸了1把。在战印眼神更深，死死地瞪着他时，他收回了放肆的手。我饿了，出去吃饭，尝尝我老公亲自下厨为我烧的菜好不好吃。海童撩完了就走，他从战印的身边走过。战印忽然转身，自背后搂住了他的腰肢。撩完我就想走啊。他声音低哑，搂着他腰肢的双手特别有力。那练过拳脚功夫的他都搬不开他那双铁钳。你松点力啊。海童搬不开他的手，只得要求他松点力气。战印在他的腮边偷了个香吻，才松了点力道，然后他在他怀里转过身来，抬头呢，那张俏丽的脸上染上了调侃，美眸一闪一闪的，像黑夜里的星星。在战印的眼里，此刻的他怎么看怎么诱人。海童，我喜欢听你叫我彤彤，你还经常叫我战先生。战印这话说的有点委屈啊，他都不会叫的亲昵一点的。我已经叫你战印了，要不我叫你印印。战印，你还是叫我战印吧。印印，听得他鸡皮疙瘩都冒出来了。哈哈，海童就知道他不会让他叫他印印的。战印有点恼火啊，在他笑得放肆时，像以往那样直接一吻封唇。结束一吻后，战印在他耳边哑声说道：“今晚回家住。”你不是说天气冷了吗？一个人睡得不暖，我可以给你取暖用。战印说完这句话，俊脸莫名的烧红起来，看得海童惊奇极了。战印脸红的样子太可爱了。我还没有想好，对你是感激还是真喜欢呢？战印瞪着他，咬牙切齿：“海童，你是天底下最会泼冷水的人，过奖了。”咕噜咕噜，海童的肚子唱起了空城计。战印，我饿了，咱们吃饭吧。战印没有松开他。好印印，我们出去吃饭吧。战印高抬着下巴，这个傲娇的家伙呢？海童无奈地踮起脚，在他的唇上亲了亲，笑道：“我投降，我认输。战印，你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，我只做你心里最好的男人了。”战印软化，松开了他。获得自由呢，他就当即拉起他温厚的大手，拉着他出去。海童随口应着：“目前啊，你已经是我心里最好的男人了，以后会不会有人打败他就不知道了。”夫妻俩互撩过，吃饭时，战印对海童那叫做一个体贴入微啊。哇，海童都有点受宠若惊了。同时又在心里想着，好老公果然是要自己手把手调教出来的，希望他亲自调教出来的老公不要被别人抢走啊。
嗯，晚饭过后呢，夫妻俩呢一起去了姐姐家里。洋洋已经醒来，但还是不肯自己玩耍，像块牛皮糖似的黏着妈妈。除了海童还能抱他，连梁姨他都不肯让他抱了。姐，你明天上班吗？海童抱着外甥问着姐姐。海玲看着洋洋纠结了一番后说道：彤彤，我想辞职自己创业。洋洋现在这样子，海玲着实不放心，但请假的话，一个新人很容易就会失去工作。考虑了一天，海玲就决定带着儿子一起创业。姐想过干那一行了吗？海玲试探性地道：我想开家早餐店，你觉得可以吗？我除了进公司，就只有厨艺还过得去，所以我想开家早餐店，只忙一个上午，下午可以休息和照顾洋洋。做早餐生意需要很早起来的，也会很累。姐，你就一个人能应付得过来吗？一开始呢，他可以过来帮忙，但他也不能天天来。海玲说道：我先从小做起，只做肠粉和蒸米粉生意，等赚到了钱再盘个店面，请个工人帮忙。一直没有说话的战印插话进来，他支持大姨姐先做点小本生意。姐，你有看中的地方吗？在哪里支摊啊？需要的本钱多少？能在市场租到位置最好，不过呢，很难。除了市场的位置，就是那些大公司附近了，最好就是公司里没有食堂的，只是位置也被别人占了，除非有人转让。海童说道：姐，这个不用着急，你先考察考察市场吧，实在没有摊位，咱们就盘个店面也可以的。你本钱不够，我借给你，请个工人帮忙，你还要照顾洋洋，别累着自己。我明天先请假，等洋洋好些了再说吧。如果公司对于他工作没几天就开始请假能够谅解的话，他先干一段时间。那公司无法谅解，他只能辞职。我和周红林离婚的事，我想再找他谈一谈，拿上战印朋友帮我调查到的证据找他起诉离婚的话，需要时间较长，我现在是一刻都不想再和他过下去。如果还是谈不拢，我再起诉离婚。海童夫妻俩对视一眼，海童点头，那姐找周红林再谈谈。能协议离婚最好，就速度快。姐，周红林捞外快的证据啊？你别给他看，不过可以吓他一下。还有姐，你可以去找找叶佳妮，跟他谈谈，由他给周红林施压。那周红林为了保住工作，为了能早点和叶佳妮结婚，说不定呢肯退一步。海玲想了想，觉得妹妹说的有道理。姐要是没空，我帮你约叶佳妮出来，跟她聊聊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和她谈吧。这2天我请假在家里带洋洋，明天下午呢，我就约叶佳妮出来。姐姐不用自己帮忙，海童也没有坚持。彤彤，明天你们该上班的上班吧，开店的开店去，不用过来了，我能照顾好洋洋的。海童不太放心，那我让梁姨留在这里。请梁姨本就是让她白天照顾洋洋的，再负责一下她和战印的小家的卫生。海玲有点不好意思啊，梁姨是妹夫，不想让妹妹那么累请回来的阿姨，结果老是让梁姨帮着她。姐，我们是姐妹啊，相互扶持。海童不想姐姐有心理负担，只要你和洋洋好好的，比什么都强。梁姨的工资你先垫付着哈，等姐站起来了，姐再补给你。妹妹帮她。海玲心里领情，但她也不能觉得这一切是理所当然。战意温沉的道：姐，都是一家人，不用分得那么清。我和彤彤现在的收入都不错，我们俩也还没有孩子，生活压力轻松点。梁姨的工资你不用管，我们不会亏待梁姨的。海玲对战印这个妹夫真的是越来越满意，妹妹比她幸运一点。战印是个有担当的男人。晚上9点多，小夫妻俩才从光明小区回来。老太太已经在大厅里坐着看电视，看到小夫妻俩手牵着手进来，老太太顿时就乐呵呵的。战印有点不自然，海童却一脸的坦然。他们是夫妻，牵牵手，怎么了？奶奶，你去哪里玩了？下午都没有看到你的人。
就走到了老太太面前，海童才松开了战印的手，挨着老太太坐下来，找老朋友们唠叨唠叨，刚从你姐那边回来，洋洋好些了吗？海童点头，好了很多，我让梁姨继续留在那边，帮着我姐姐一起照顾洋洋。那就好啦。对了，你说商太太的妹妹和洋洋长得像，商太太去你姐家里看过了洋洋，可有说什么？老太太就比较想知道，海童的王母是不是商太太寻找了几十年的妹妹？商太太去了我姐家里，并没有说什么，就是脸色煞白，把小飞吓到了，赶紧带她回家。我想，可能我妈是她要找的妹妹吧，因为想到了她母亲已经死了15年，商太太就难以接受这个现实，才会脸色苍白。花了几十年来寻找唯一的妹妹，有线索时，却被告知妹妹早已离世15年，任谁也接受不了。这件事呢，主动权在商太太手里，我和我姐都不好说什么。哎，做什么？提及此事，海童心情变得低落。老太太就点点头，商太太应该要花点时间来接受妹妹可能离世的事实。过几天呢，她肯定会来找你们姐妹俩，提出跟你们做一个 DNA 血缘鉴定的。她拍了拍海童的手，安慰的道：童童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我们都坦然接受。如果你妈妈真的是商太太唯一的妹妹，虽说你妈无法与姐姐相认，至少她还有亲人在寻找她，惦记着她，她在九泉之下也能安息。海童极力地眨去眼里的泪花，他想，要是母亲和商太太真的是亲姐妹，他们能早点相认，母亲说不定不会发生意外死亡。如今呢，留给活着的人，是遗憾、痛惜。安慰了海童后，老太太优雅地打了个呵欠，然后放下了电视遥控器，起身对小夫妻俩说道：我先回房休息吧，人老了熬不住。走了几步，他又停下来，扭头问着海童：童童，要把你的枕头拿出来吗？海童笑了笑，说道：不用了，客房里有枕头呢。老太太瞟了孙子2眼，没有再说什么，回房里去了。等海童进去洗澡的时候，老人家已经呼呼大睡，那呼噜声啊，又是震天响。10几分钟后，海童穿着睡衣从房里出来，刚关上房门，就看到他家男人穿着睡袍，双手环胸，倚靠在他的房门口。还不睡？明天要上班了。海童装着不记得撩过他的话，状似随意地说了他一句，就从他面前走向客房。推开客房的门，他就傻了傻眼。床单没有了，被子没有了，那枕头也不见了。哎，他明明都买了配套的床上用品，怎么就没有了呢？哎，进贼了。进贼也不可能只偷床上用品。他扭头看向那个还靠墙而站的傲娇男，肯定是他趁他洗澡时把客房里的床上用品都拿走了。战印依旧一声不吭，就那样静静地看着他。海童转身走回到他的面前，略停片刻，就往他房里走去，边走边说道：我记得某人说过，敞开房门让我搜寻协议的。战印等他进房后也跟着进房，然后把房门关上，神色自若的道：你慢慢找，找不到以后都别再提协议的事，因为那是根本不存在的。他房里除了保险箱没有被他打开来看过，其他地方都被他翻了个底朝天。此刻呢，海童也就是装模作样的随便翻找一下，就去搬来他的保险箱啊。拍了拍保险箱，打开来看看，肯定是被你藏在这里了。战印走过来开了锁。海童看他2眼，才打开保险箱，里面只放着一样东西，就是一本红色的小本本，他和战印的结婚证。除此之外再无其他。他拿出结婚证，再使劲地瞅着箱里面，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了，连1块钱都没有。你买保险箱回来做什么呀？战印答得理所当然：放我们的结婚证。你要是喜欢往里面放钱，我明天中午下班后去银行取点现金，晚上带回来放在这里，你想用的时候就拿来用。你给我的家用卡里面还有钱。海童翻开结婚证来看，领证那会儿他们俩照的结婚照很不自然，
看看你那时候像冰山一样冷冰冰的，我都怕拍完了结婚照，我会被你冻成冰雕。战印在他身边坐下，与他一同看着结婚证上的照片，说道：你也不见得有多热情，摄影师老师说叫你靠我近一点，再近一点，你就像僵了一样，都不会动。他们俩就是50步笑100步。彤彤，以后别提协议的事了，别说没有，就算有，估计也被我冲进下水道去了吧。海童看他细品，品出了味道来。他这是反悔了，趁那个晚上他有点醉意，毁了他的那份协议。他怕他醒来会找吗？也把他自己那一份毁掉。当他想起来问他的时候，他就厚颜无耻的抵赖，还说他最近操心的事情太多，出现幻觉了。分明就是他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啊，砸得太痛，不想再被砸的一种自救。品出了味道来，海童并没有戳破他的谎言。他爬上他的床，躺下来，舒服地说道：睡过一次你的床，总觉得你的床特别温暖，可能这是我的幻觉吧。扯起被子盖住自己，海童笑眯眯地道：战印，晚安。战印黑眸闪烁，盯着他看了半晌，忽地掀开他身上的被子，就要来个泰山压顶。他却猛地坐起来，动作迅速地下床，穿上拖鞋就走。海童，战印伸手拉住他。那个我要回我房里上洗手间，他老朋友可能来败坏气氛了。某男不解啊，我房里也有洗手间，但你房里缺少一样东西。我上完洗手间再回来睡你的床吧，不过我就暂时睡不了。海童颇遗憾地在他脸上捏了一下，再养肥点吧。战印在傻，此刻也明白过来，他慢慢地松开手，让他回他的房里去。那一会儿后，海童重新摸回了他的房间。看到的情景是战印背对着他，两手抱着一只枕头，似是生闷气。海童犹豫着，他要不要换间房睡？算了，还是回去和奶奶凑合着睡一晚吧。海童转身就走。抱都不让抱了。海童顿住脚步，转身看那个生闷气的男人。我怕你抱着也难受，好过孤枕难眠。既然他不怕受煎熬，那他就不客气了。于是呢，海童乐呵呵地回到了战印的身边，边掀开被子边说道：你也别这样子，像个怨妇似的。我是男的。怨男。战印忽地伸手把他拖得趴下，他欺压上去，恶狠狠地索吻一回，才心情好过点了。拥住娇妻，他低哑地问：几天？7+3。这么久？我的身体我爱惜，你不愿意等，咱们继续分房睡。老朋友刚走，还不宜那啥呀？身体是他的，他不会为了配合他的快乐损害自己的身体。战印拥紧他，别把我说的那么禽兽啊。睡吧，明天要上班了。战印在他的额上印下温柔的一吻，晚安。晚安。海童调整好睡姿，很快安然入睡。那与此同时的商家别墅啊，商太太坐在床上，手里拿着她保留了几十年的泛黄老照片，看着相片中的妹妹，想到妹妹可能已经不在人世，她眼睛又红了。一只大手伸来拿走了她手里的相片。你已经看了一天，饭也不吃，水也不喝，话也不说，你这是想担心死我吗？商先生心疼地递过纸巾给妻子，心疼的道：现在还没有确定，你就先哭上了，说不定呢又是一场空呢。 DNA 鉴定都还没有做，谁知道海家姐妹俩是不是他小姨子的女儿。商太太接过丈夫递来的纸巾，擦了擦眼泪后，总算开口说话了。她说道：洋洋是跟我妹妹有几分的相像，她妈妈就是海玲，她再瘦一点更像我妹妹。小飞初识海童的时候说她有一种想亲近海童的感觉，我见到了海玲母子俩也有那种感觉，我想那是血缘关系的原因。阿恒，这一次可能我真的找到了我妹妹。商太太想到妹妹早已离世，泪水又滑落，可是她已经不在了，
早在15年前就死了，怪不得我找他找了那么久都找不到他，他都不在这个世上了，我怎么找得到他？商先生安慰着他，这只是感觉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有时候很奇怪的。哎，你先别哭，等做了 DNA 鉴定再说吧。素未谋面的小姨子如果真的是死了，商先生也觉得很遗憾。他刚认识妻子的时候，他还只是他们商事集团的一名职员，就已经开始寻找他妹妹了。几十年过去，他从来没有放弃过，也让儿女接手，帮着他继续寻找妹妹。这么多年来的坚持信念，忽然间就变成了虚无的，妻子难以接受呢，也很正常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海玲和海彤就是我妹妹的女儿，我妹妹不在了。2个女儿日子过得还那么苦，好在姐妹俩也坚强，她们像我一样坚强。她当年就是只有8岁，没有能力抚养妹妹。海玲姐妹俩比她好一点呢，至少还拿到了父母的死亡赔偿金。虽说被极品亲戚分走了大部分，好在村委给她们姐妹俩留下20万元。当年海玲也有15岁了，勉强能承担起照顾抚养妹妹的重担。小飞跟她说过，海彤对姐姐是非常好的。商太太想，姐妹俩相依为命，一路走过来，经历多少风雨，看尽人情冷暖。海玲既当姐又当妈，如果海彤对姐姐不好，那就是白眼狼，忘恩负义之人。先做 DNA 鉴定吧。商太太又擦了擦眼泪，点点头，说道：我明天就去找海彤，跟她去做一次 DNA 鉴定。她没有选择和海玲做，考虑到海玲现在要照顾洋洋，姐妹俩的情形呢，商太太通过女儿的嘴呢，也知道了大概。目前海玲就处于人生低谷期，妹妹成了她的依靠，这件事呢，也是海彤先知道的，就找海彤配合她做 DNA 鉴定吧。明天让小飞陪你去，她和海彤关系好。商先生想到自家女儿认识海彤后，经常不顾身份跑去找海彤，他还欣慰女儿转性了呢，不曾想呢是血缘关系作怪。这件事先别声张，免得有些人动手脚。商先生提醒着妻子呀，他们家在管城属于第2大豪门，仅次于战家。知道他太太一直寻找着妹妹，多少人都想冒充潘杰商家。海彤姐妹俩现在的社会背景很单纯，但她们身边有太多极品，谁知道那些极品听闻此事会不会做手脚，阻止他们与商太太相认。特别是海家人，他们当年不仅分走了60万的赔偿金，事后还霸占海彤家里的房产、田地，到后来还把姐妹俩赶走，不允许姐妹俩回乡上坟。更甚者，在不通知姐妹的情况下，把海彤父母的坟迁走了，让海彤姐妹俩现在都不知道父母的坟在哪里，想上支香都找不着地儿。也怨不得在海家人3番4次去求和时，海彤都无情的拒绝，就恨太深了。他们这些人没有经历过海彤姐妹俩的苦难，就别道德绑架他们啊。我知道。商太太说到做手脚这一点倒是不用担心，我是怕声张了，万一鉴定结果不是，别人会以此为借口攻击海彤。商先生嗯了一声，又安慰着妻子，别想那么多了，是真是假，过几天就知道答案，先睡吧，要不我下楼给你做点吃的，你吃了再睡。我没胃口，一整天不吃不喝，还没有胃口，你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。儿女们也担心啊，老二知道你心情低落，都跑了回来。他们家3个孩子，老大成熟稳重，老二却是个不着家的人，老三则是心肝宝贝，之前天天围着战印转，最近几天才正常点，就当减肥了。商太太往床上一躺，我睡了。商先生只得由着他，他不想吃，他也哄不到他吃，他的脾气一直都很绝。女儿随他吧，爱慕战印多年，多少人劝说，小飞都不死心，非要撞上南墙才回头。一夜无话。隔天老天爷又飘起了小雨，让本来就有了凉意的清晨变成了寒意。战印先醒来，身边的女人在下半夜有了寒意时，无意识地往他怀里钻，真的把他当成了取暖的。低手
看着还贴靠在他身上的妖精，战印眉眼放柔，睁开眼就能看到自己喜欢的女人在身边，原来是一件很幸福、很甜蜜的事。盯着海童看了几分钟，战印才轻轻地拉开距离，再轻手轻脚地下床，生怕会吵醒海童。走到窗前，拉开窗帘，看了看外面的天色。因为下雨，天空阴沉沉的，不适合他出去晨跑啊。略站片刻，他便转身走开。10分钟后，他从房里出来，径直拐入了厨房。不到1分钟，他就退出来了。走到阳台上打电话给阿七，等阿七接听电话后，他低声吩咐着：“阿七，你去酒店那边帮我打包3份早餐回来。”好。阿七呢，恭敬地应着大少爷一挂电话，他马上出发。还好，大少爷当初挑了名苑花园入住，离酒店以及公司都不算远，来来回回花了半个小时，阿七便提着打包回来的3份早餐敲开了大少爷的屋门。在敲门时，阿七反应过来，万一来开门的人是大少奶奶，他怎么解释呀？在大少奶奶的眼里，他已经是专业的代驾司机啊，总不能说他还兼职送外卖吧？门开了，看到是自家大少爷，阿七松口气，不用兼职当外卖员了，他就把3份早餐递给了战印。哎，车子别再停在楼下。战印低沉地提醒一句。哎，阿七惊，问大少奶奶怀孕了？战印看他一眼，他赶紧闭嘴。大少爷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，别问。